又到了9月的开学季，不少的大学新鲜人即将离家到外地读书，展开全新的生活。相信不少新生入学之后，都会听到许多属于自己学校的故事。当然，也不可或缺的包含了许多灵异故事。今天不可要来说的故事，主题就是景美女中。景美女中创立于西元1962年，创校的校长邓玉祥女士，因为校地环山带水，地灵人杰，期许在风景优美的校园培育前景美好的新时代女性，校名的景美也因此而来。而黄色的衣服更是一直是景美女中创校以来及存在至今的特色。而这个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良好自然环境交织下的学校，却在1981年时发生了一场13惨重的外双溪事件。由于死者多数都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学生，之后灵异传闻便跟着甚嚣尘上。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听不可，我是不可。今天就让不可我带大家来回顾这件当时震惊社会的外双溪事件，以及景美女中相关的灵异传说。那么接下来就和不可一起进入灵异故事的旅程咯。1981年1月23日下午2点，景美女中校长梁素霞女士率领训导主任及主任教官等11位教师，连同172位高三学生，以及达人女中、大安国中等600多名师生，一同组队到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参加所谓的自由日自强活动。至于什么叫做自强活动呢？这个活动就是戒严时代时，当时的政府严禁学生交友踏青，以免耽误反攻大业。但年轻人的娱乐活动也很难禁止，因此政府就转而推出官方主办的自强活动。当天，这600多名师生在期末考后，前往外双溪快乐谷烤肉、戏水庆祝。由于当时是冬季，适逢外双溪的枯水期，师生们便放心的玩耍，玩得不亦乐乎。这一群年轻快乐的学生，完全不知道将要面临前所未见的大灾难。就在活动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在溪中的学生发现大水滚滚而来，学生们吓得大声惊叫，并往溪畔的两旁逃避。但3个学校将近600多人根本来不及跑，当场就被急冲而下的洪水冲走。当时的现场充满了此起彼落的哀嚎呼救声音，真的是让人听得头皮发麻。也有些人被困在岩石上，眼睁睁看着水势逐渐高涨，慌张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幸好这个时候，士林的宪兵队刚好率领11名宪兵，正好到外双溪靶场打靶。一看到现场发生的情况，便立刻跳下车，跳入溪中抢救受困的20多名学生。而附近的士林消防警察队在50多分钟后才接到民众报案，也随即率同了数十名员警以及3台消防车与8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救援。此时的外双溪河岸边，穿着制服的学生还在等着自己的同学，期盼着失踪的同学能再次出现，但终究还是没人等到。警察、救难人员还有军方总共出动了超过100人，开始展开1天1夜的搜救行动。大批人力沿着河岸边找人，蛙人部队抢着时间背着氧气筒下水，在浑浊的溪水里寻找着奇迹。但可惜的是，奇迹没有出现。外双溪水难一共导致了15人罹难，而让人震惊愤怒的是，这场夺命的洪水根本不是意外，而是要命的人为疏失。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事发当天的早上9点，当地水坝的电机工程人员发现前几天因为下雨，导致上游进水口有些树枝还有些杂物堵塞，需要管理这边的技工们处理。但技工们不但没有及时处理，还不依照流程清理。他们把水坝闸门打开，想借由水势把堵塞物冲走，但是却没有想到，这时的下游那边正有着在烤肉玩耍的师生，顿时成了一场悲剧。据说当时有一名计程车司机先生看到下游状况，立刻马上通知技工，请他们不要再放水了。当时如果这位计程车司机没有做这个动作，
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伤亡。而就在此事件发生之后，景美女中校方当时就把校园的地下活动中心某个角落充作临时停尸间之用。听说当时尸体运回来时，就暂时放置在那边。家长一到达现场来认尸时，尸体便马上七孔流血，现场充满了恐怖及哀戚的氛围。听说这个停尸处之后改建为厕所，而就在这件事情过后，便常有学生传闻说，会在这个地方听见有人在说话，但往往转过头去看时，却没有看到任何人，非常的诡异。有一名网友分享说，他有个亲戚是当时景美女中的老师，而老师的儿子就是死于这场溺水事件。有一天，这名老师很哀伤地说着，他有次在睡梦中梦见他儿子在景美的校园里游玩，随后他儿子便在梦中跟他说了一句话，说着：“妈妈，你不要担心，这里有很多姐姐陪我玩哦。”这一句看似恐怖的话语，却道尽了悲戚与无奈。台湾陆军后勤学校曾在1983年迁到士林外双溪的力行营区，后来才迁至桃园。而训练中心在力行营区的这段期间，就曾经传出与景美七仙女有关的灵异故事。相传外双溪事件发生时，当时的训练营曾经被当作隔离病房，暂时安放尸体使用。事后有一名教官发现有名学员一脸倦容，上课时经常打瞌睡，精神状况欠佳。经验丰富的教官便觉得这名学生怪怪的，于是便叫学员去找辅导长，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学员这时才慌然说出他的原因。这名学员说，他每晚入睡后都会梦见一个女生来梦里找他，然后两人便会发生亲密的关系，日复一日这样子，才会造成白天没有精神。辅导长听完之后觉得半信半疑的，后来索性跟学员要求借睡他的床铺，看看是否真的有此事。结果就在辅导长睡在那张床的当晚，果然在梦中就出现了一个女生，但这个女生对辅导长并不感兴趣，因此这个辅导长就被鬼压床到天亮。事后听说那个梦见美女的学员，后来经过比对调查后才发现，每晚出现在梦中的那个女生正是景美七仙女之一。也或许是长时间梦见这个女生的关系，这个学员竟也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点情愫，于是这名学员便跑去跟女方家长要求冥婚。女方父母初期是不答应的，但没想到后来女方的母亲竟然也梦到死去的女儿过来哀求答应这门亲事。对方的父母最终被女儿及学员的诚意打动，并答应了两人冥婚一事。后续听说这名学员之后的工作生活都过得蛮好的。据传当年上升的景美七仙女，每逢事发的1月23日，都会重回校园关心学妹。当时上升的那些女生是有人住校的，而一般能住进去的人，都必须要有一些特殊资格，像是些校队或是乐仪队的人，才会有优先入住权。因此每次想进去住的人，都必须先抢名额。照理来说，应该是每个床位都是满的才是。但是某次有名网友进去参观的时候，却发现宿舍里总是有些空床位无人使用。他对此感到蛮疑惑的。之后跟其他学姐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这些空的床位是以前那些因为双溪事件往生的学姐所使用的。事件发生之后，学校便把那些床位清一清，给其他学妹们住。而睡这些床的学妹，每当晚上熟睡之时，便常常会听到有女生的声音，悠悠地说着：“你为什么要睡我的床呢？”学妹在熟睡之时，突然听到这样的声音，瞬间吓到惊醒，往四周查看，但往往是没看到任何人。事后由于这类诡异的事情层出不穷，以至于到后来，那些床位就一直空着，没再给人家睡了。而且宿舍还会在每年1月23日那天开放让住宿生回家不用留宿，原因就是因为那天学姐要回学校，所以每到1月的时候，
学校的女生宿舍总是弥漫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氛围。另外，有名网友小琪则分享了一则比较温馨一点的灵异故事。小琪有一天念书念到蛮晚的，就回房睡觉了。他的床铺是靠门边的上铺。小琪本身也是那种很浅眠的人，只要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醒来。当天晚上的房间睡到一半时，也没有听到什么人进来房间，小琪却突然感觉到有人在拉他的被角，并且小小声的说：学妹，明天要不要我叫你起床啊？小琪觉得心里毛毛的，心里想说，有两个学姐会在半夜问这种问题啊，更何况是对一个已经睡着的人问。小琪有点害怕，不敢睁开眼睛看。过了一会，感觉四周一切恢复了平静，才缓缓睁开眼睛看看四周，但发现此时的寝室里面大家都睡得很安稳，现场半个人影也没有。回想刚才，如果有人进出房门，也总该有个开门声吧，但刚才似乎半点声响也没有。莫非是阿飘学姐回来了？听说后来这个网友小琪还有陆续遇到几次同样的状况，但小琪却没有害怕的感觉，反而还觉得有种心里暖暖的感觉。关于集美女中还有几个有名的都市传说。集美女中有一项特色，那就是椰子树特别多，但这些椰子树都不是乱种的，都是有经过规划计算去种植的，而且每一棵椰子树都有自己的认养主人。结果有一次学校因为一项工程的关系，必须砍掉几棵椰子树以利工程进行，没想到之后便发生了外双溪水难事件。而恐怖的巧合是，外双溪事件罹难的人正好是那些被砍掉树的认养人。自此之后，学校便不敢再乱砍椰子树了。还有一则故事，则是一个关于乐队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常常利用课后的时间在空教室里练鼓，并把声音录下来，边听边修正。结果有一天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女学生练习过程一直不是很顺利，回放录音带的声音也一直出问题。后来好不容易录音带的声音总算放出来了，但是却从录音带中隐约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说着：学妹，你的拍子错掉了。这名学妹听到当下，当场吓得夺门而出。后来才知道，原来好几届前，有一个也是乐队鼓手的学姐，也是因为那场事故死去的。而打鼓正是这名学姐最喜欢的兴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这一名学姐才会过来好心提醒这名学妹吧。另外最后一个灵异的小故事，则是传说921大地震的时候，当时集美女中有倒塌一栋楼，但大家都好奇的是，相比于那栋倒塌的大楼，宿舍的建物年龄反而更老旧，但为什么反而撑过那时的大地震呢？有一说是，当天921大地震时，宿舍的人大家都被地震吓醒，当大家抱在一起的时候，这时有人却看到宿舍外面的地面上微微的散发出了些许的绿光，仔细一看才发现，后面有很多女生正手拉着手围成一圈，围绕着宿舍站着。事后大家便口耳相传的说着，一定是以前那些发生事故的学姐们显灵了，过来保护大家，避免遭受地震波及。这个事件经过了40多年，随着当年的人事物逐渐凋零，似乎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不可以希望这个伤口就记录在历史中，往后别再发生了。最后不可给各位分享一个，当时有一位就读外双溪东吴大学的诗人，特别针对这个事故所写的一首诗。诗中以父母作为说话对象，第一句22小时了，指的就是陈华芳女学生尸体被找到时，已经是水难发生后的22小时。而陈华芳女学生也是此起事件中最后一位被寻获的罹难者。诗中叙述着陈华芳女学生垂死前的挣扎。看完后，不可我是一阵鼻酸。那么最后的结尾，不可就来分享这首短诗给大家欣赏。22小时了，
妈妈，只剩下我还不能回家。溪水割过眼睫，泥沙堵住口鼻，我的手脚僵硬而弯曲，额头不断地宣告冰冷的讯息。爸爸，盖我一条薄被，如同我夜夜读书，你悄悄起床，手作一般。谢谢你们听我说故事，我是不可，我们下周见，拜拜咯。